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召开，与会各国就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协力解决一系列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继续为促进人工智能发展进行包容性的全球对话。中国科技部部长吴朝晖在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就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加强沟通交流，为推动形成普遍参与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积极地贡献智慧和力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共同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号，为期2天的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切利庄园拉开帷幕。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在为峰会录制的视频中介绍了此次峰会选址的深意。The United Kingdom is proud to host this summit in Bletchley Park, the birthplace of modern computing, where Alan Turing famously cracked the Enigma code an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a new digital age. 当天，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印度等28国及欧盟签署首个全球性 AI 声明——布莱切利宣言。宣言强调 ，AI 带来的许多风险其实具有国际性，因此最好通过国际合作加以应对。与会国家将以包容的方式共同努力，通过现有的国际论坛和其他相关倡议，确保 AI 能够以人为本、值得信赖、负责任、安全可靠，并造福所有人。宣言还特别呼吁人们关注 OpenAI、Meta 和谷歌等公司正在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以及它们可能因滥用而造成的具体威胁。For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frontier AI, how will future generations judge our actions here today? Will we have done enough to protect them? Will we have done enough to develop our understanding to mitigate the risks? Will we have done enough to ensure their access to the huge upsides of this technology?唐莱还宣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将成为一项定期举行的活动，下届计划于6个月后在韩国举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社会带领到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之巅，这必然会给各个国家的经济形态、产业政策，包括外交和国际关系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呢，各个国家之间围绕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另外一个方面，就新兴领域达成全球治理共识的紧迫性也更加凸显。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于上周接受了英方的参会邀请。据新华社报道，与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一道与会的，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腾讯公司、阿里巴巴公司的代表。深圳卫视注意到，在论坛开幕式全体会议上介绍吴朝晖的发言时，唐兰特别强调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成就和努力。Our second speaker is Vice Minister Wu Zhaohu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m especially pleased that the Vice Minister can be with us today, given China's strong frontier AI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its international efforts, such as the announcement just a week ago of its global AI governance initiative. 吴朝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人工智能作为提升生产力水平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的赋能手段，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两面性，发布治理原则和伦理规范。吴朝晖对发展人工智能提出3点建议：一是应当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二是加强技术风险管控；三是鼓励各方协同共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要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地弥合智能的鸿沟和治理能力的差距，鼓励全球共享人工智能成果、知识成果，共开源人工智能的技术。深圳卫视注意到，路透社在报道此次峰会时用的标题是“中国、美国和英国在峰会上就 AI 安全议题展现了团结”，还有多家外媒都对中国在峰会上的出现进行了重点报道和采访。A more quietly significant presence w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y've sat round a table to talk AI safety with their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erparts. Having more than 20 countries coming together, I would hope that maybe next year we're having 40, then we're having 100. I'm really grateful that China and Chinese researchers like myself has been invited. I hope that we have already been
providing a complementary view. 负责组织此次峰会的英国官员克利福德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吴钊燮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凡的时刻。峰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具体进展。在开幕式的发言中，雷蒙多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设在美国商务部内，隶属于该部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他还透露，英国也计划建立安全研究所。I'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Institute is launching a consortia to work with partners in academia, industry, and nonprofits to advance its frontier AI safety mission. We also have to commit to establishing a formal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Safety Institut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afety Institute. 正在英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发表了讲话，阐述了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愿景和所采取的步骤。Earlier this week, President Biden directe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promote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I, a directive that will have wide-ranging impact. 哈里斯指的就是拜登于10月30号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对可能对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卫生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更大的监督。这行政令被一些美国智库专家解读为，美国要在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前重新确立自己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领导地位，并与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竞争。尽管此次中美同台出席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但美国却一直采用打压和围堵的策略，企图在高科技领域封锁中国，也包括人工智能领域。据《华尔街日报》10月31号报道，由于美国政府或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相关芯片等对华出口限制，可能迫使英伟达取消明年向中国出口其先进芯片的数十亿美元订单。美方此举是为了阻止中国科技企业获得关键的人工智能资源。据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已经完成了今年向中国交付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订单，并正努力在美方新规在今年11月中旬生效之前，提前交付一些2024年的订单。然而，美国政府在上周的一封信中告诉英伟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销售高端芯片的新出口限制立即生效。知情人士称，中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百度，都已经下了明年交货的大订单。另一名知情人士则透露，2024年英伟达从中国主要公司获得的订单价值超过5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的这次加码打压，可能将令这50亿美元的订单打了水漂。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国际社会不断对以施压。玻利维亚已率先与以断交，另有3国也召回驻以大使。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加剧，推动停火止战迫在眉睫。本月，中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方表示将与各方，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加强协调，为恢复和平进程做出不懈努力。据外交部消息，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重点就巴以冲突交换意见。王毅表示，当前加沙局势日趋恶化，民众伤亡数字不断上升，任何有良知、负责任的国家都不能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下去。中方支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更大范围、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2国方案轨道。巴德尔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的公正和建设性立场。他表示，阿方与中方立场高度一致，认为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路径，希望尽快重启中东和平进程。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王毅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沙特、伊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等14个国家的外长、政要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进行了广泛深入沟通。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也相继访问了埃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约旦等国，出席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并会见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呼吁停火止战，避免冲突扩大。值得注意的是，王毅还在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的通话中表示，中方从1号起出任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将与各方，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加强协调，主持公道，凝聚共识，为实现冲突降级、保护平民、缓解人道局势、恢复和平进程做出不懈努力。此前，巴勒斯坦问题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高票通过阿拉伯国家提交的巴以局势决议，呼吁在加沙立即实现人道主义休战。中方作为阿拉伯国家决议草案的共提国，在表决当中投了赞成票。中方将推动安理会立足行动，加强团结合作，提高权威和效率，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支持斡旋和外交努力，
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为维护共同安全做出积极努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是当地时间1号向驻联合国国际媒体介绍中方担任轮值主席的工作考虑。张军强调，巴以局势是本月安理会议程上最重要的工作，当务之急是推动停火止战，防止出现更多平民伤亡，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道灾难，防止冲突外溢。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中方将顺应国际社会呼声，同有关各方一道，推动安理会及时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张军大使进一步表示，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停火止战而奔走，为重返和平而疾呼，与有关各方密切沟通，全力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联大10月27号通过的决议获得会员国广泛支持，这为安理会下阶段行动提供了重要参照。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针对当前局势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能背离两国方案，更不能强加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未来应该由巴人民自己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还特意为安理会成员准备了一份纪念品，发明于2000多年前的鲁班锁。张军大使介绍说，鲁班锁就像和平一样，拆开容易，组装难；破坏容易，重建难。 It's composed of 6 pieces of wood. They hold up together tightly, and you can break it. You can break it easily by pulling out one of the 6, and then they break. They break. The problem is how to fix it. I have practiced for several days. I still have difficulties in putting them together.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and to cherish what we have before us. So once it's broken, you cannot fix peace together easily. We may also take it as the serious challenges ahead of us. It needs our solidarity. It needs us to hold each other up together, and then we have a more powerful strength to tackle all the issues ahead of us. 据悉，安理会主席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轮流担任，为期1个月。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一个4月27号已经通过了一个压倒性的决议，那么我觉得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在这个问题上有越来越大的呼声和更大的共识，来达成协议，来停火止战。对于当事方、对冲突方来讲，也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这种压力。中国担任安理会这个轮值主席国，还会继续的这个协调斡旋。我相信呢，越来越多的积极的、有效的这个方案将会出现的。以色列在加沙大打出手，也在引爆另一场外交战。玻利维亚周2宣布对以断交，哥伦比亚、智利、约旦等国确认召回驻以大使。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前2天规模空前的北京香山论坛落幕，因为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美国的代表这次呢都受邀出席参会。那么当时就有媒体在评论，北京香山论坛开辟了美俄代表当面角力的第2战场。那么对当下以色列战争内阁而言，除了加沙正在进行的空前血腥、死伤惨重的战事以外，那么以方至少也在面临着同等惨烈、后果严重的外交战、舆论战乃至经济战。甚至按照3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以色列是在进行所谓的6线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是由非国家行为体、民族国家、社交网络、意识形态运动、约旦河西岸社会和以色列的政治派别来共同发动和参与的。那么需要特别强调，这场战争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并不遥远。新加坡防长黄永红之前在香山论坛大声疾呼，未来10年的区内最大安全挑战就在于必须要防止实体冲突在亚洲上演。那么这是在就战争战火的外溢效应来直接敲响警钟。《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标题说，
中东战争扩大化的风险正在对脆弱的世界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美报就引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因德尔米特吉尔他的分析称，无论国家贫富，世界呢刚刚走出3年疫情的震荡，也在经受着俄乌冲突的煎熬。那么此时以色列与哈马斯再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意味着脆弱的世界经济首次承受了双重能源震荡。那么战争通胀不仅会吞噬企业与家庭的购买力，也将会推高粮食生产的成本，加剧粮食供应的风险。那么吉尔就特别点名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等发展中国家，尤其会受到无粮不稳的巨大的冲击。外交战同样如此，南美国家离中东、离以色列不可谓不遥远，但是呢，玻利维亚打响对以外交战的第一枪。那么宣布召回大使的哥伦比亚、智利乃至约旦等国，在召回驻以大使之后，会不会也效法跟进呢？可以预料，加沙的这个战火多延续1天，以军大规模的战事对平民的无差别的杀戮继续突破底线的话，那么以色列势必越来越孤立，甚至会在外交战场沦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阻击对象。近年来，美国不断兜售其所谓印太战略，妄图建立遏制中国为主要目的的盟办体系。而最新的举动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有“亚洲沙皇”之称的资深亚洲事务专家坎贝尔任美国务院2号人物，这被认为会强化美国务院的中美竞争元素。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8号开始访问韩国，也被认为是要向盟友传递强化印太战略的用意。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11月1号，美国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今年9月，美国和加拿大2艘军舰也曾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美国第7舰队还多次强调，相关行动体现了美国及其盟友对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而美方对于印太战略的最新态度，则体现在一项人事任命上。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声明，总统拜登1号正式宣布提名库尔特·坎贝尔出任常务副国务卿，前任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已于7月28号退休。坎贝尔目前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由于在拜登政府中对亚洲政策的影响力，坎贝尔有亚洲沙皇之称。2021年5月，坎贝尔曾就中美关系称，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正进入与中国激烈竞争的时期。这被媒体和学界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目前对中国和整个地区的政策是坎贝尔制定的。一名知情人士说，坎贝尔可能会利用常务副国务卿这一职位，进一步将美国与中国竞争集中到国务院的工作中。坎贝尔10月30号在华盛顿智库发表讲话时曾表示，如果副国务卿的提名得到确认，他将继续深化美国与该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跟奥巴马政府的印太战略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同时也说明，就是拜登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方面，它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阻力，它没有办法实际性的推进这个印太战略，围堵中国这种意图，从而就是更加进一步说明，拜登政府这种以邻为壑、针对中国这种围堵堵截这种方式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拜登政府怎么样去换人，都不能改变这个他印太战略可能会走向失败的这么一个情景。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兜售所谓印太战略，妄图诱拉裹挟地区国家建立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的的盟办体系。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的战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0月31号出席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时表示，未来10年亚洲发生冲突将是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所有安全负责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避免亚洲发生实际冲突。欧洲和中东发生的情况绝不能在这里发生。亚洲、欧洲和中东同时发生冲突，将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黄永红还表示，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代人核心的难题之一。中美目前并不处在能以解决核心分歧为目标的阶段，但中美双方可以在经济、防务以及气候变化、巴以冲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韩国也被认为是向盟友传递强化印太战略的信号。韩国外交部1号宣布，布林肯将于本月8号至9号访问韩国，届时布林肯将会晤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就韩美同盟、经济安全及尖端技术以及国际局势等进行深入探讨。韩国媒体注意到，访韩前布林肯还将到访日本，出席在东京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韩联社称，在当前的中东局势和持续已久的俄乌战争背景下，外界担心美国关注印太地区安全的努力可能会有所分散。而布林肯10月30号在美国国会强调，会强化印太地区合作，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另外，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5号至17号在美国旧金山召开。韩联社分析称，布林肯在中美领导人为会谈做准备之际访韩备受关注，预计美韩双方可能借布林肯访韩之机提前协调意见，谋求合作。布林肯这次访韩呢，它有多重的目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美韩同盟及美日韩的华盛顿峰会采取之后，这次呢，布林肯对东亚国家进行一个寻访。那么它其实进一步推进美国在亚太战略一种深耕落实。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年底可能就是美国要举行这个 APEC 峰会，那么 APEC 峰会呢，作为是美国拜登政府任内可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那么他通过这次峰会呢，希望能够重振美国的领导能力。在此之前呢，这个布林肯寻访一下这个参加的成员国，也是跟韩国、跟日本等进行一个政策的协调，来助力这个拜登能够更好的发挥主场外交。不过，半岛问题是此次布林肯访韩最迫切要协商的议题。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在此次访问中，美韩外长将讨论美国关注的朝俄动向。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关先生，美国总统拜登周三提名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出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您对此有何观察？26岁的库尔特·坎贝尔，他是华盛顿权力场上打通政学两界旋转门的代表人物，他的官场履历与资质不输拜登内阁的任何部长。此前当过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五角大楼做过助理防长帮办，还曾经在财政部以及民主党的全国总部任职。坎贝尔获得最新提名之前，出任白宫的印太事务专员，是美国国安会的2号人物，有所谓印太政策沙皇之称，被认为是拜登外交安保政策的核心幕僚。此前呢，习拜会的现场，坎贝尔都是坐在拜登身旁的美方的前排官员，甚至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坎贝尔夫妇还是华盛顿所谓权力夫妻档之一。他的妻子莱尔布雷纳德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也当过美联储的副主席。坎贝尔他的学术生涯始于苏联东欧的政策研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的选题聚焦苏联对南非的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时代，坎贝尔就担任助理国务卿，被普遍看作是美国外交转向所谓亚太再平衡政策，也就是 Pivot Toward Asia 的一个主要的设计者。坎贝尔在蛰伏学术圈的期间呢，曾经于2018年在美国民刊《外交事务》联名发表题为《The China Reckoning》，也就是所谓的对华政策再清算的长文。那么此文的另一位署名作者是艾利拉特纳，现任呢五角大楼主管印太事务的助理防长。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北京如何挑战美国的预期”，它的主要观点有2个。美国过往对华政策的最主要的目标，也就是试图影响并且说服北京接受不能也无法挑战美国主导亚洲安全秩序的这个努力，已经宣告失败。美国过往对华的政策严重低估了中国领导层的战略雄心。那么从根子上来说，坎贝尔和纳特拉的这个观点是对中国发展路向与国家战略的误判，是披上学术外衣的所谓的新型中国威胁论。但是呢，此文在美国反响很大，也被认定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设计的所谓学术与思想资源之一。所以如果以简单粗暴的所谓的鹰鸽标准来衡量划分的话，坎贝尔他是美国政坛不折不扣的对华鹰派人物。坎贝尔获提名常务副国务卿，是填补舍曼7月辞职卸任之后留下的空缺。那么以坎贝尔他的资历与能力，他的提名在参议院获得批准通过是大概率的事件，更何况民主党本来就占据参议院的过半席位。但是呢，从国安会2号转任国务院的2号人物，对
对坎贝尔本人呢算是评级的调动，所以尤其应该关注的是拜登此时提名他的一个信号意义。那么在您看来，白宫提名坎贝尔要对外释放什么信号呢？这对中美关系又意味着什么？美国能否同时应对2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能不能同时大规模军援处在战争状态的乌克兰与以色列？这是目前悬在华盛顿上空的一个头号战略追问。虽然拜登拍着胸脯说能，美国能，但是基于美国大选年越发迫近，华府党争越发没有底线的这样的大背景，白宫开出的空头支票只怕很难让美国的一众盟国伙伴们信服。这不，拜登电视讲话要求追加对以色列以及乌克兰的数百亿美元的军援申请，现在呢已经卡在国会了，悬了。进而言之，在深度卷入这2场地区战争之后，美国会不会发生所谓的战略偏移？会不会将精力与视线从美方所谓的最大地缘挑战者中国身上偏移呢？按照《华盛顿邮报》今天的观察，这是拜登最新提名对外释放的最强烈的信号。美报就引述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履职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韩裔知名观察家车维德分析，启用坎贝尔出任国务院的2号，就是要向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伙伴们强力宣示，拜登政府仍然将会致力推进并且执行印太战略，继续把中国列为头号的地缘政治挑战，所谓的 the most consequenti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那么坎贝尔他在白宫印太事务专员的任内，也一直在鼓吹对华强硬政策，对中国的周边国家琢磨经营甚多，在全力强化所谓的美方同盟。坎贝尔曾经在2021年宣称，广义的美方对华接触期已经结束，接下来的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是所谓的竞争。美日印澳4方机制、美英澳的 AUKUS 核潜艇协议以及美日韩戴维营3边峰会，据称都有坎贝尔的所谓贡献。所以拜登此时提名坎贝尔，他的动机考量与时机背景相当耐人寻味。那么这意味着，至少美方以战略竞争乃至所谓的强势竞争来试图定义甚至塑造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明牌，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既定战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7届、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的遗体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3年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克强同志。横幅下方是李克强同志的遗像，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李克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李克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李克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